裝潢該怎麼弄？吊飲式冷氣真的比較高級，裝好後才知道的兩個缺點哦。先說結論，吊飲式冷氣安裝成本高，跟第二個不易清潔維護，這兩個缺點哦，是我個人不選吊飲式冷氣的原因。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那個婚後買房算誰的，好，然後我推薦的律師嘛，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吊飲式冷氣為何不受歡迎。我講不受歡迎有點言過其實啊，現在很多新建案直接配給你了哦，但是至少在我們這種中古屋房東，我們沒有很喜歡這東西。這次我們來聊一個 PTT 上常看到的討論，標題我念一下：閒聊為什麼台灣人不愛用吊飲式空調？那內容是講說他覺得很奇怪，現在建商蓋了新房子嘛，排水管高度直接都給你用吊飲式冷氣空調來設計。但是大家還是想要裝一般的壁掛式冷氣，而不是用吊飲式冷氣這樣。你家嘞？你家現在是吊飲式還是壁掛式？壁掛式是最普通的分離式冷氣那種。歡迎底下留言討論哦。我先講我不支持吊飲式冷氣的幾個原因哦。來，第一個，安裝的成本高，除了吊飲式冷氣本身就比較貴以外，你接下來安裝保養等等都會比壁掛式冷氣貴很多。好，那第二個缺點，不易清潔維護。因為它就是要藏在天花板裡嘛，所以你要維修就是要從維修孔進去，然後維修孔不夠大，有可能要拆裝潢來處理。還有一個就是它跟天花板的木工裝潢都牽扯在一起。像我們做中古屋當然啦，我們會做什麼窗簾盒啊，會做什麼，但像我自己在整理要出租的房子，我們現在很多中古屋是沒有那個天花板，不是說沒有天花板，就是說它沒有一個額外降下來的天花板，你知道嗎？很多啊，都這樣啊，20幾年的很多都這樣，所以就是那個天花板上面就是直接水泥牆啊。我現在裝吊飲式冷氣，我不是花那個吊飲式冷氣機器的錢、安裝的錢而已呢，我還要重做天花板呢，那我幹嘛？我就是只用壁掛式的冷氣掛着就好了，沒什麼，反正就是跟那個裝潢都綁在一起，而這就是我討厭的地方啊。壁掛式冷氣那個分離式冷氣不是喝誰有什麼問題？你也好清你也好弄。那沒什麼問題啊，而且我們這樣從小吹到大，有什麼特別的狀況一定要升級成吊飲嗎？我個人認為真的還好。冷氣就很煩嘛，冷氣就是說你按下去，看我們在動，到底是有還是沒有？然後搞得要什麼？搞得要在那個門口綁一個須須，人家看它有在動，就是風有在吹，搞成這樣，我們就直接分離式一按它那個它就開始在動了，那就是有啊。我要打掃，我不是拿個椅子什麼站着弄下來就好了，都很簡單，都很方便。吊飲式冷氣當然豪宅你要用，你用新房子你自住了你舒服或是我想男生都沒差，冷氣就冷氣，我管它吊飲，但老婆就覺得有差，因為吊飲式冷氣現在就是比壁掛式冷氣還要高級一階，那都好不容易買新房子了，那當然会想要爽爽的使用這種比較高級的東西吊飲式冷氣，我現在看起來它叫缺點大於優點的東西，它跟那個天花板的裝潢都綁在一起，很麻煩，真的很麻煩。吊飲式冷氣的 bug 就是它風管不好清潔，它就藏在天花板裡，你要怎麼清？要拆天花板你留那個維修孔，那個維修孔它留很大呢。那最怕就是發霉，如果發霉的話，基本上沒救你要換要整組換，它變成說你也不用清了。順便提一下就是你之後如果有去看中古屋，順便注意一下，是不是本來有很多有做吊飲的人，最後牆上還是卡了一個壁掛冷氣？你要去看那個總價比較高的房子，因為吊飲式冷氣這所費不貲啊。吊飲式冷氣你看我們3房要4台，客廳也要1台，那你的吊飲式冷氣也要那麼多台，還要跑管子，然後天花板要重做，真的是沒什麼必要。像我們自產，我自己自住的也沒用吊飲式冷氣那就是覺得說早期吊飲式冷氣沒那麼成熟是一回事，然後就是中古屋主裝了以後說修這吊飲好像不太划算，直接壁掛1台就好，也沒什麼事情就會變成這樣。再來你要知道誰適合安裝吊飲式冷氣，我也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吊飲式冷氣有缺點，但是它就是現在都還在市場中還是有在買賣嘛，表示市场中還是有族群會青睞這個吊飲式冷氣。對某些人來說，吊飲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來講一下誰適合安裝。第一個就是特定的裝潢風格特定的裝潢風格。例如說你就是要做一個很屌的侘寂風或是什麼奶油風的裝潢，或是什麼工業風，有沒有吊飲要沒差總之就是特定的那個裝潢，不好意思，你只能用吊飲，
你只能用。為什麼？因為壁掛式冷氣會直接毀掉這個裝潢哦。你的日式侘寂風哦，這個枯木哦都被你搬進家裡了，然後看一台國際牌，怎麼樣很違和這樣，你會想要把它藏起來。好，那第二個怕偏頭痛的人，因為吊頂式冷氣可以把出风口做長度延伸跟側吹，就不會像壁掛式冷氣一樣集中在一個點，所以比較不會遇到說什麼冷氣直接吹到頭，裡面頭很痛哦。我覺得還好，那你就知道出風口在哪邊，你是不會閃哦。然後再加上現在有很多那個冷氣的道具啊，它是控制那個出風口之類的，你就用那個哦。來第三點，買大坪數房子的人哦，你可以透過吊頂式的分歧管，把風直接送到同一個大空間不同的角落，所以會比壁掛式冷氣冷得更快。來第四點，對聲音極其敏感的人，就是有一些朋友的聽覺很敏銳，還受不了那個吵聲，有哦，而且女生比較多哦。又來了，男生怎樣都沒差。我們有當過兵的，打靶開槍都愛開了，結果說要什麼耳朵要塞衛生紙，沒人告訴我們。還有人放假收假的時候拿耳塞來，我就不知道嘛，有夠大聲，搞得我到現在聽力都有點怪怪的。總之就是說，分離式冷氣的聲音即使已經很靜音了，那他還是覺得很吵那就可以怎樣？就是直接用吊頂式冷氣安裝在走廊或是儲藏室的天花板，然後用風管把冷風送進臥室，這樣你就不會覺得吵了。吊頂式冷氣是這樣講，就是說它是生活品質的提升，但提升的並不劇烈像有冷氣跟沒冷氣，這個就是0分跟60分的區別，這一定要裝，冷氣是一定要裝的。但吊頂式冷氣很像是90分變成95分的東西，然後它花的錢也蠻多的，然後要牽動這些裝潢，所以我不是那麼喜歡。當然未來吊頂式冷氣大行其道到現在建商就是他直接那個他交屋給你他留了那個排水口都是吊頂式冷氣的高度去做的，你要自己掛那個壁掛式，你還要另外請人來鑽洞就是這樣等到大行其道這個量產下去，市場都接受，成本打下來，說不定以後我們要買壁掛式還不好買，這我也不知道。最後你要知道還有哪些容易惹麻煩的裝潢我們也來討論一下哪些裝潢也像吊頂式冷氣一樣，它本身沒有問題但很容易在後續使用上會帶來一些麻煩我看一看跟那個漢奕陳老闆分享討論了一下，主要是以下2種裝潢那一樣先說清楚，我沒有說你不能裝裝潢這個東西你是自己住的，真的就是你爽就好你沒差的話，那就是你老婆開心就好，你不要因為裝潢這東西在吵架。我只是跟你分享他有聽過踩雷的經驗。首先第一個上榜的就是什麼？全屋智慧家居系統，這完全值得來做一個系列的節目但沒差，我這邊先講一講全屋智慧家居。你說他帥不帥？真的很帥，跟鋼鐵人差不多。你進去拍個手用講的，窗簾自己拉開，燈自己點亮，我整個迎接那個儀式感是真的很帥那它的問題是什麼？貴是一回事，最大的問題是未來的維修要打個問號。例如說這個新聞，台灣電子鎖品牌捲門衛士 and AI Lock 智慧鎖就倒了。然後它倒的最麻煩的是什麼？它要靠 App 設定但是它的 App 只支援到2027年8月底那後面你自己想辦法。而全屋智慧家居系統未來可能也會遇到這個問題。現在全屋做的最極致的就是說，你要全屋智慧家居包含燈鎖什麼有沒的，它的產品線也要足夠豐富，還有系統穩定度目前首選是什麼？目前首選是小米你說我用蘋果的那個 HomePod 不行嗎？可以，可是它的那個資源的產品沒有那麼多，那還是小米。一講到小米又有意見了不管是小草還是青鳥，說中國的東西他然後幾點回家他都知道回傳北京這很恐怖之類有沒的，對不對？總之就是這樣。智慧家居很大的市場但是目前看起來還好，沒有看到哪個王者出現，有的話就是小米了。你本來習慣用的品牌，它突然掛或版本它也就不支援之類，有的沒的，就跟你的手機一樣，每年都在推陳出新搞得我都不是很敢換手機都是 iPhone 一路用到底，沒辦法，我東西資料全部都在這邊，就這樣。再強調一次，我沒有說不能用，只是你要知道可能會有這個風險。第一個會被投訴的就是嵌入式家電嵌入式家電的狀況是這樣，那個嵌那個字我好幾集都講了，我就念嵌，就這樣大家聽得懂就好。你們說不是砍入式嗎？不解釋反正就這樣。
嵌入式家電的狀況是這樣，它使用上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你當初買的家電，很可能你要換的時候它已經停產，又或者說它的新款尺寸有做調整，剛好差個1公分、0.5公分之類的，不好意思塞不進去。最差的狀況就是你為了符合這個家電尺寸，整組櫥櫃要拆掉重做。最常發生在哪邊你知道嗎？冰箱。現在政府一直在推一級能效，所以廠商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把 PU 材質加厚、隔熱層加厚，造成一個問題：冰箱的門板或機身厚度增加，是也沒加多少，2公分。但這2公分讓你的冰箱刚好凸出來一點，強迫症發作。現在不是都喜歡那個隱藏式冰箱嗎？那個音箱放進系統櫃叭叭叭然後你這樣走過去的時候，它把櫃門封在冰箱門上你看起來是隱藏式的。好，那你要換冰箱停產，然後新的尺寸不怎麼辦？你只能拆櫥櫃，你知道？你只能拆你的櫃子調你的櫃子，不然你要怎麼改那個冰箱的尺寸？很麻煩啊。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為什麼吊頂式冷氣不受歡迎這個問題，也順帶聊了一些容易引起後續麻煩的裝潢。我先分析了吊頂式冷氣的問題，包含高昂的成本、維修上的困難，以及後續會出現放棄使用的原因。那我也提出了適合使用吊頂式冷氣的幾種情境後面我還加碼了2個，就智慧家居系統跟嵌入式家電這2種裝潢，在使用上沒什麼問題只是後續的維修跟更換很可能會撞到一些 bug。結論是裝潢本身沒有好壞，但你在選擇之前一定要考量到使用的便利性跟未來維護的可能問題，以免之後叫做後悔都沒用，就是要換就是要拆就整個就很麻煩。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做下面哪一種裝潢最容易變成冤大頭？ A. 吊頂式冷氣， B. 全屋智慧家居， C. 我都不裝潢的。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好，來一樣我們來看591上我亂找的，然後來看改房子可以改成怎樣，跟今天比較沒有關係這個 AI 好玩嘛，我們多玩幾集。這個就一般的中古屋就長這樣還有窗型冷氣洞這些，這是客廳吧？這種採光我也不知道叫好還是不好。你說它沒採光吧，它也是有；你說它採光好吧，
這個燈一關又很像暗廳。好，我們就來改，改成這樣。這是 Gemini 改的，還行啊。Gemini 還不錯啊，它可以改出，你看，盡可能的保留一些我認為要被調整完的部分。比方說地板，你就讓它鋪塑膠地板，就它改完也是這樣子給你看，隨便了，看好玩的。怎麼可能會把木櫃放在陽台？不知道 AI 在想什麼。好來，再來廚房。中古屋，中古屋的廚房就是長這個樣子。那改完以後可以變成這樣。這張就有像了哦，空間尺寸也有像。行吧，就這樣。地板鋪了木紋，然後這個櫥櫃，然後洗菜、備菜、切菜區這個都有，煮菜的都有。有一個問題，在這邊沒有看到冰箱，對不對？冰箱的話，未看先猜就是要擺在吊燈那個位置。隨便看 AI 看好玩的。然後在廚房一般不會放這個窗簾啊，不會這樣子放啊。然後廁所，中古屋廁所這還行啊，髒啊舊啊是一回事，它有開窗然後改完可以變這個樣子。這個 AI 的問題算了，我就讓它多改幾次修幾次，以後它就知道了，它就知道說濕區底下不能放地毯，然後這樣放的。還有保留那個窗框，你保留那個舊的窗框的質感幹什麼？這個房間中古屋也蠻常見這種木地，因為木地板以前沒那麼貴所以大家都有裝了以後，現在都踩起來都有聲音是我都會踩，那就踩好就這樣。你看這個天花板，這就是我說的中古屋天花板，就很多都是沒有做。你現在這一間房間裡弄個吊飲式冷氣，你看看，你天花板要重做，天花板重做又變成什麼？你這個又有木地板，你又有木地板，你天花板要重做，這間房間有夠低，問題很多。吊飲式冷氣是跟裝潢都綁在一起的。改完可以變這樣，屁啦！我再檢查一下，對反正讓 AI 改就是這樣。這種房間有誰不行？大家都行，做婚房都行，女孩子看了都喜歡，都高興。好了，那大概就是這樣，改好玩的。拍這個系列的目的再提醒一次，就是讓你不要怕，你不要去外面看到一間中古屋，像我剛剛那些原始照片，你看了就覺得說，哎呀不舒服，哎呀可以走了嗎？沒有，你現場拍然後請 AI 改成你想要的風格，看你要講什麼，無印良品風，IKEA 風，然後最近我在試一個蠻好看的，叫日雜風日本雜貨風，你就改完以後你就原來這邊花錢整理以後可以變那麼漂亮。下一題直接問他，改成這樣要花多少錢？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